7点10分的船，7点15分就去码头登船就可以了。然后那个座位号在窗户上面，有座位号的吗？胸前有救生哨，便于救援时使用。自救或获救过程中，请大家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要慌乱。特别提醒：所有安全装置仅在紧急状况时使用，非紧急状况请不要随意碰触和使用，以免发生危险。游程结束时，请您在座位上坐好，等待游船完全停稳，再起身下船。最后，再次感谢您乘坐本次游船，游览两江四湖，祝您旅途愉快。安全让旅途更愉快。腿之间呢构成了一个洞，这个洞呢叫做水月洞。此景呢取名为象山水月。宋元常有诗云：“水底有明月，水上明月浮。水流月不去，月去水还流。”构思奇妙，耐人寻味。在象鼻山上呢，还有一座明代建的土形塔，所以呢，象鼻山有山有水有洞有文物古迹，是桂林山水的代表，被当作桂林的城徽。好，各位游客朋友，出门在外呢，安全是最重要的。好，坐窗边的这个小朋友注意安全，那个窗开的特别大，稍微关小一点啊，因为这个船在行驶过程当中是晃的啊，大家注意一下安全。好，各位游客朋友，出门在外呢，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在整个的行船过程当中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将头手伸向窗外。而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呢，请您不要在游船上吸烟。游船上是禁止高声喧哗的，所以请大家在说话的时候呢，尽量的小声一些，以免影响到其他的游客朋友。谢谢您的合作。好，现在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游船的游程。我们的游船呢是从象山渔人码头出发。首先呢，我们游览的是一段市区段的漓江，然后呢，我们会经过一个慕龙湖垂直升降升船机，进入到4个内湖。依次游览的是慕龙湖、桂湖、荣湖以及珊瑚。那么在珊瑚呢，我们的游船呢会有一段小小的返程，我们会从珊瑚返回到荣湖，然后呢，经过一个荣湖双船闸下到桃花江，最后呢会在文昌桥码头停船靠岸。在新船的右方呢，我们看到这里有几匹铜马。为什么要在这里建马呢？是因为我们两江四湖的一期工程部分是在2002年的6月份，也就是马年的6月份竣工的，所以呢，我们就在这里打造了6匹铜马，同时呢，也取了66大顺，顺水又顺风之意。而现在我们穿过的这座打着蓝色灯光的桥梁呢，就是桂林著名的解放桥。解放桥呢，它在宋代的时候是一座由船体相连而成的托板桥，叫做登江桥。当行人踏上浮桥，远山近水，尽收眼底，柳色青青，波澜惊起，景致迷人，故有东渡春兰之说。东渡春兰呢，被列为桂林的8景之一。为了纪念桂林市解放，它才命名为解放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解放桥呢，它是一座5跨宽腹箱形连拱造型的桥梁，它是由40个方案中挑选出来的。桥面宽45米，相当于旧桥桥面的3倍。那么在过去呢，我们桂林有一种说法，叫做南北一条街，东西一座桥。
南北一条街呢，指的是桂林现在的主干道中山路，而东西一座桥呢，指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座解放桥了。可见解放桥在我们桂林交通历史上的重要作用。那么现在我们游览的这条漓江啊，它是发源于桂林市新安县与资源县交界的月城陵老三姐南侧，由北向南流经新安、临川、桂林城区、阳朔至平乐县的丰城河口。桂林段呢是49.3千米，漓江晶莹清澈，奇峰夹岸，是岩溶地貌发育的最典型、集中和丰富的地带，有“百里画廊”的美称，是享誉世界的黄金水道。著名文学家韩愈的“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以及王振公的“桂林山水甲天下，玉璧罗青亦可餐”等千古名句，都对漓江做了精彩的描绘和热情的歌颂。那么今天我们游览的这一段呢，就是漓江流经桂林城区的精华段。好，我们游船上呢是有专业的摄影师给大家提供摄影服务的。现在呢，就请摄影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各位朋友先安静一下啊！好，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游览我们桂林市的环城水系两江四湖。我呢是本身游船的摄影师，大家呢可以叫我小海。在本次游览路线当中呢，大家对相机或是拍摄有什么疑问的，可以过来找到我，我们都将免费的协助大家共同解决。我们在座的朋友呢，从五湖四海到我们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都希望拍到一些好看的夜景照片。那么我们在移动的游船上，怎样拍出一张好看的夜景照片呢？在这里呢，小海呢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设置成后轮同步模式，按照这些数据，拍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我们呢在一艘移动的游船上，想要拍出一张好看的夜景照片，这呢不仅是对相机自身硬件条件的限制，还有对拍摄者的技术要求都是有一定提高的。可能呢在座的有很多朋友一时无法掌握，不过呢也没关系。因为呢，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呢，在上船的时候呢，在购买船票的时候呢，里面呢是包含了一张2寸的纪念彩色照片，是赠送给大家的。待会呢，我们游船会经过本次行驶路线当中最精华的一个景点——宋城慕容湖。宋城慕容湖作为我们桂林市3大名山其中的一座，别在山的脚下。里面的建筑物呢，是以我国古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其中的一部分蓝本所建造。这里呢是一个人文景观跟自然景观一个完美结合，同时呢也是我们两江四湖当中您单独进去、单独去玩唯一一个要收费的景点。到时候呢，小海会用手中的单反相机，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呢，都免费的拍摄出一张2寸的纪念彩色照片，赠送给大家回去做个纪念。当然呢，为了让大家有更多选择、更多需求嘛，我们公司呢，同时呢也会制造出一张8寸大的标准相片，搭配一个我们两江四湖特有的一个精美的旅游纪念相卡。这样大照片呢，我们公司呢统一售价是30元人民币。如果您觉得喜欢啊，就不妨带它回去作为永久的珍藏。当然呢，如果您实在不满意啊，都没关系的。您呢只需要将这张大的照片跟相卡退还给小海就行了。2寸的纪念彩色照片呢，依旧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这一大一小2张纪念照片，我们呢会在下船之前给到大家手上，都不必等多长时间。由于呢我们拍摄纪念照的地方啊，大家呢可以顺我手看一下，就在后方观景甲板上。大家呢上船之前都看见了，后方观景甲板空间有限。我们在座的有40多位朋友，算小朋友一起有将近50位了。呢还有一个还珠洞，在这个洞里边有唐代佛教摩崖造像45龛219尊，唐代至清代的摩崖石刻101件。最著名的有米芾的自画像和诗人范成大的《鹿鸣燕诗》。在福山山的半山腰上呢，还有一栋2层的小建筑，它叫做听涛阁。就是说呢，在这个听涛阁里边是听漓江水拍打伏波山山石声的一个最佳的位置了。
景点呢还有一段路程。这个时间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互动环节啊。那么我会提几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啊，基本上是送分题啊。那么如果知道答案的游客朋友呢，可以举手示意我啊。那么如果答对的游客朋友呢，我们就有一份小小的纪念品送上啊。那么刚才我们是穿过了一座桥，打着蓝颜色灯光的桥梁，有没有朋友知道是什么桥吗？抢的，好，送上您一份解放桥的明信片啊，祝您旅途愉快。不然这还没有存，会咬你，看嘞。对，不能打开，等一下开。刚才呢，朋友能够讲出其中的一个湖或者其中的一条江吗？珊瑚。啊，然后还有呢？哦，对对对，能说全吗？好，那送上您一份我们这个龙湖里边有这个古榕双桥的一份明信片，待会儿再过这个桥的时候，您可以再拿出来看一看，祝您旅途愉快。好，最后一题是最简单的。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哪条江？愉快。好，在我们行船的左前方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山峰呢，它是桂林的另一座名山，叫做叠彩山。叠彩山呢，它是由4座山峰组成的，分别是鱼跃山、四望山、仙鹤峰和明月峰。在我们行船的左前方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明月，故名明月峰。明月峰呢是以高险秀著名的，在峰顶呢有一座小亭子，叫做拿云亭。相传呢是登上拿云亭之后，伸手就可以抓住天上的朵朵白云了。所以呢，游人如织，是游人必登的高峰。在1963年1月，朱德、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4老就同登了明月峰。当时呢，朱德是77岁，徐特立是87岁。在明月峰的前方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一座打着灯光的小石塔，它叫做木龙石塔。它建于唐代，是中国最古老的喇嘛式石塔。在塔前呢有几块大石头，这里曾经是一个渡口，叫做木龙古渡。明代的大地理学家徐霞客来桂林考察的时候呢，就曾经途经木龙古渡。那么看过《刘三姐》这部电影的游客朋友啊，可能就在影片当中看到过这座石塔，因为呢这里是电影《刘三姐》的外景拍摄地。刘三姐在和3个秀才对歌，把莫老爷气下河，就是在这里拍摄的，所以呢，这里也被称为3姐对歌台。漓江的水位，因为等一会儿我们要游览的内湖的，请带小孩的家长呢照看好你们的小朋友了。这个木龙湖垂直升降升船机呢，它采用的是湿运过闸的形式。也就是说呢，它不需要注水，也不需要放水。现在我们的游船是要慢慢的驶入到一个盛满水的沉船箱，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深约3米左右，就像是乘坐了一部水上的电梯，从1楼上升到了3楼。它是一个整体上升的过程。那么整个的运作过程呢，大约需要3到5分钟左右。再次提醒各位游客朋友，不要轻口手，身上称谓，感谢您的合作。妈妈，你看呀。对呀，那个是什么呀？我们坐电梯啦。电梯吗？好，妹妹，你好。我没有看到那个小哥哥了，又。不要看到那个小哥哥了。可以，人呢到齐了没有？上来了没有？没有，这个小妹妹开始起吧，这个美女先开始啊，往这边站好了，赶快抓紧时间。
这边美女正好同时机会反光了，小朋友看叔叔这里，小朋友看叔叔这里，好耶！看叔叔这里，这边好耶，1、2、3。好，等一下啊，再来一个啊。好，这边说好耶，这边1、2，这边1、2、3。好，可以啊，下一位抓紧时间，赶快。好，爷爷奶奶往这边站好了，奶奶把口罩摘一下啊。对，把口罩摘了。好，这个是看见小海啊，我们几位，3位一起吗？一起都。好，可以，叔叔阿姨靠拢一点，爷爷奶奶靠拢一点，对了啊。好，看镜头，手拉手也可以啊，1、2、3，小星星，1、2、3。好，可以，小朋友单独来一个的。好的。对，小朋友站好了。小朋友，你跟妹妹。好，跟妹妹一起啊，我们能够住吗？好，这位叔叔站好了。可以，下一位抓紧时间，赶快啊！这边美女们赶快抓紧时间过来，3位吗？好，3位侧身啊，3位。再来一个，这边好，1、2、3。好，单人拍吗？对，好，双手交叉，好，看镜头这边，1、2、3。好，下一位抓紧时间，赶快美女啊！好，看镜头，好，这边2、3。好，下一位美女赶快靠拢了啊！好，靠拢一点，看镜头，1、2、3。好，阿姨单独来一个。好，下一位抓紧时间，还有随便拍的，赶快来啊！好，后面的朋友抓紧时间上来，21号到40号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啊！好，美女，把口罩摘下来。这边阿姨稍微让一下，竖个小拇指，深呼吸，把头低一点。1、2、3。好，下一位抓紧时间，赶快啊！小朋友过来一下，双手交叉侧身啊！好，往这边靠啊！这是我做第二侧身对了，好，看镜头，好，竖个大拇指，看镜头，1、2、3。好，可以，下一位抓紧时间，赶快啊！赶快，抓紧时间。好，看镜头。里面呢，还是请大家呢把口罩戴好啊，请大家规范佩戴口罩，把口罩戴好啊。另外呢，如果大家需要拍照呢，可以到船尾后方的甲板上啊，请不要在船舱里面站立，因为您站着的话呢，就会挡着后边游客朋友的视线了。感谢您的合作。乌龙湖景区呢，也被称为宋城。上次不要打到别人那快点，可以拿到东西。拿钱没有？好，在我们行程的左方呢，我们现在看到您的挪亚石刻文化。这个呢？这个呢？我怎么知道？找妈妈去找找。在我们行船的左前方呢，我们可以看到紫色灵手独创。在桥下两边呢，我们还用阴刻的手法描绘了古代人类的生活状况。
到内部之后啊，我们可以发现啊，桥梁是一座接着一座，让人都有点印象啊。装修，它的桥身相邻横的之间呢，又做出了一个19.2米的夹桥。这种设计呢，在18世纪的时候是被称为综合结构的，所以呢，这座桥又叫做数字桥。桥之后呢，我们的游船就已经进入到了今天游览的第2个内湖了，也是我们今天游览的4个内湖当中最长、最大的一个湖，叫做茂密的大树。这棵树呢，它非常的吸引人，可是呢，最吸引我们的不是它的树冠，而是它的树根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棵树，多的游客朋友呢都认为它是一棵榕树，其实不然，它是一棵樟树。我还可以告诉大家，这棵大樟树下边的树根呢是可以穿行行人的。那么，如果您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这里感受一下这棵大樟树的树根魅力。行到前方呢，我们又要过桥了，马上我们要穿过的松石石台，雕刻精美。在桥的两边呢，有4组12尊女性雕像。桥身呢，则以巴洛克风格的花环相连。这座桥整体看，它就像是一尊巨大的石雕工艺品。那么在它的桥孔前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精美的彩绘。在接下来的对湖两岸呢，我们可以看到种植了很多的树木，有水杉树、银杏树、柳树、樟树、桂花树等等。大家可以仔细的来看一看啊，静静的来感受一下我们桂林城在景中、景在城中的美妙风景。集体保护植物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史的一个附身。每一排呢顶着挺拔，就像烈烈威武的士兵，所以呢，我们喜欢把这里叫水杉列阵啊。我哥可真懂，我哥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出去去哪儿了。我给他发一张照片，他知道哪里。我今天给他发了3个，他给我发，他的出哪儿走？一个人吗？没有，多回来一个漂亮。做路遥了，我看到路遥非常专业的在摄一个东西。我们今天有2件事物，看什么呢？每一座桥梁的结构、建造，它们是不一样的啊。帆船不一样，不是咱不是，应该不是游客船，是游客船吗？哦，还装饰。人会长，现在还有小虎什么的。这是养东西的，好像是，应该养的，没有装饰。我天哪！啊，太棒了！我们这样，我们行船右手边这里有3艘红色的帆船，这3艘红色帆船呢，在古时候呢，就是我们即将送的一个货运船啊。我们古时候呢没有汽车，没有火车啊，也没有飞机，
所以呢，我们最方便的一条道路运输货的一条道路呢，就是走水路。所以呢，这些呢就是货运船了。红色帆呢代表着一帆风顺、龙腾红火之意。前方呢我们可以欣赏。左右两边都有的，左右两边都有。没事。鱼鹰。当鱼鹰捕鱼的时候呢，它不是吐出来，是鱼鹰从它脖子上挤出来的啊。它每一个鱼鹰它捕鱼的时候呢，会在脖子上系根绳子，所以它的鱼鹰呢是把那鱼是吃不下去的，只能在在喉咙这边啊。这鱼鹰。它捕到鱼以后呢，鱼兵呢会从它脖子上把这个鱼把它挤出来啊。这些白色的鱼鹰都看见了吧？白色鱼鹰呢是非常稀有的，可以说在鱼鹰界里面可以说相当于大熊猫的一个存在啊。它可能要几万只呢，它才有一只是白色的。在关于上的这种页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精美的彩绘，它表现的是我们江苏的工厂显山就水、连山接河、引水入湖的江浙历程。前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打着红色灯光的桥梁呢，叫做丽泽桥，美丽的丽，色泽的泽。丽泽桥呢，它是一座自毛式柔性钢层梁悬索桥。所谓自毛式悬索桥，就是桥梁承受的力全部通过悬索和阻拦传递到桥塔上。在这里建这样一座桥呢，是因为这座桥的单孔跨度比较大，达到了70米，这样呢就不会挡住恢复的能力了。而丽泽桥的风梁结构量就相对正常了。这一桥梁就在丽泽桥梁啊，我们的金龙大桥和南海小这是向西方凯旋门的建筑形式，与我国古代吊桥的造型完美结合在一起。它是一座中西结合的桥梁。在迎客门的门拱上呢，雕刻着盛开的莲花，栩栩如生，寓意着友谊纯洁、和平长存。在门顶上还有中国56个民族兄弟姐妹的浮雕，象征着中华民族大团结和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刚才前方的这个桥呢，你可能会觉得它有点眼熟，它与我国著名的水口桥赵州桥的桥型非常的相似。在这里，它叫做容溪桥。在容溪桥的桥下两边呢，我们是用各种字体书写了“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一句千古名句。过桥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桥叫容溪桥，下面呢有桂林山水甲天下这样大字呢，用不同的书写方式刻在上面。这座桥
以后呢我们就进入。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今天游览的第3个内湖了啊，叫做榕湖，榕树的榕。来到榕湖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行船前方的这一座白颜色的小桥，叫做桥上有7根灯柱，而它的布局呢与天上的北斗7星的布局相同而闻名。它是一座9曲桥，可让游客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欣赏榕湖的美景。通过北斗桥呢，就可以到达行船左前方的这座湖心岛。湖心岛呢，也是成为了桂林市民休闲和纳凉的一个好地方。它是一个公益性的公园，市民和游客朋友呢，都可以随意的来到这座小岛上。湖心岛的另外一端呢，它连接的是一艘石舫。这个石舫呢，雕花如画，它前方还有2个高昂的双龙头。这2个高昂的双龙头呢，就是想起了颐和园的新任舫。左方的这个我国最高的一座水中铜塔，而与日塔相依相伴的银光闪闪的就是月塔。月塔呢是用琉璃装修的，塔高35米，在2塔之间的湖面下呢，我们还建了一条水下通道，和把双塔连接起来。所以呢，在2塔之间的湖面上，我们是没有看到任何的通道的。因为这个通道呢，就在水面底下了。在这里建日月双塔呢，取的就是日月同辉之意。肯定把你们把书给拍下来。好，待会小朋友跟奶奶准备好啊，把口罩摘一下啊。好，3位美女双脚交叉，侧一下身，看一下镜头，对了，好，这边看镜头，1、2、3，再来一个，1、2、3。好，下一位，往红旗这边走一点啊。对了，好，看镜头，这边1、2、3。好，可以，下一位，抓紧时间，赶快啊！一个个来，别着急啊！2位美女要拍吗？好，看镜头这边，好，1、2，姐姐把头低一点啊！好，看镜头，1、2、3。好，下一位，抓紧时间啊！几位，好，往红旗这边靠一点啊！还有位小朋友呢，赶快抓紧时间过来了啊！好，可以。可以，看镜头。好，看镜头这里，1、2、3。好，可以，下一位，抓紧时间，赶快啊！赶快！哎呀妈呀！好，看镜头。哎，你这一照下就这样。1、2、3。好，下一位，抓紧时间，赶快！还有哪些朋友要拍了？赶快抓紧时间了。3位美女过来重新拍一张，刚刚闪光灯忘记摆了啊！
往这边站。会排你啊，排好，躺自己的。跑。1、2。小朋友先让一下行好吗？小朋友先让一下啊，小朋友把这都让一下啊。对，拍这个，不拍了，我给你俩拍，俩拍了，我俩拍了，我看着他点儿。拍完了。好，下一位抓紧时间，赶快。好，这边美女拍到没有？赶快抓紧时间了。拍到新朋友没了，3个人赶快。好，站好了啊。好，扣好一点侧身啊。好，这边看镜头，1、2、3，再来一个，1、2、3。好，还有哪些朋友没拍的？赶快了。好，可以啊。这一张。跟妈咪一起拍一个吧。等一下。好，大哥，您跟。
水的过程，大约需要8到10分钟左右。在这个时间段呢，请各位游客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要将头手伸向窗外，也请带小孩的。